看過小日子電影的都知道，半夜裡突然有個人出現在你被窩裡偷行苟且之事的場景。而在日本古代鄉村，就流傳着一種令現代社会匪夷所思的詭異習俗——夜爬。所謂夜爬，即男性以發生關係為目的，半夜潛入女性住處，鑽進其被窩的行為。對現代女性而言，熟睡中被蒙面陌生男子窺視逼近的場景堪比撞鬼，但在当时的日本鄉村，這卻是女性們習以為常的景象，甚至是村莊維繫人口的重要方式。這一習俗竟延續至20世紀60年代，最終因一樁驚天慘案徹底消亡。戰前的日本社會極度保守，未婚男女公開同行極易引發謠言，損害雙方清白，因此即便男性白天邂逅心儀女性，也無法當场搭讪，只能選擇半夜潛入女方家中告白求愛。這種夜爬求歡的模式中，女性擁有主導權，若女方不願，男方需即刻離去，不得糾纏。為避免求愛遭拒後的尷尬，男性夜爬時會蒙面遮容，有時還會結伴而行，即便被拒，也能在同伴的安撫下體面離場。若女方接受，兩人可共度長夜或僅單純聊天，男方需在清晨悄悄離開，避免被女方家人發現。而女方家人即便察覺，也通常裝作不知情。在他們看来，夜爬是為女兒物色丈夫的正常途徑。女孩年滿14歲後，父母便会特意讓她睡在朝外的房間，方便被夜爬。夜爬的起源與日本古代的仿妻婚存在淵源，但二者差異顯著。仿妻婚中，男女已結為夫妻，丈夫需定期探訪妻子，且對妻還負有經濟供養義務；而夜爬的男女無婚姻關係，性質更接近私通，男方無需對女方承擔任何責任，合則聚，不合則散。儘管這一習俗聽起來荒誕離奇，但並非虛構日本古籍，《萬葉集》中早有相關記載。最古老的小說《源氏物語》也提及，一位美貌小姐的追求者中，有權勢的武士白日上門提親，竟被小姐乳母暗斥無禮。而在當時的觀念中，夜間悄悄行事的夜爬才是憐香惜玉之舉。這種與現代倫理相悖的思維，恰恰反映了夜爬在當時的普遍性。關於夜爬的盛行時間雖無明確定論，但普遍認為其在飛鳥時代已出現，江戶時代達到鼎盛。這一習俗的流行與日本戰國時代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。戰爭頻繁導致村莊男丁銳減，嚴重威脅人口繁衍與村落存續。在父權制社會，男性的缺失意味着村落瀕臨滅絕。為了維繫人丁興旺，夜爬作為鼓勵生育的手段逐漸被廣泛接受。生下的孩子由全村共同撫養，看似混亂的夜爬，實則有着嚴格的規則，由當地名為弱者組的組織管理。該組織集中了15、16歲的男性青年，白天共同勞作，學習保衛村莊、社交禮節、婚戀與性相關知識，夜間群居，成員成年或結婚後自動退出。夜爬的核心規則包括：年長男性对本村未婚少女享有優先權，必須獲得女方同意，不得糾纏拒絕自己的女性。部分村莊實行封閉型夜爬，僅允許同村男性參與，外村男性闖入會被聯合擊退。也有村莊實行開放型夜爬，允許外村男性或旅客參與。此外，針對受歡迎的女性，可通過抽籤決定夜爬順序，甚至允許搭配同眠。而長期無人問津的女性，則由弱者組通過輪班或抽籤安排男性前往。一切皆為繁衍大計。明治維新時期，日本邁向現代化，學習西方的一夫一妻制，夜爬習俗開始衰退。1876年，象川縣率先立法廢止該習俗，但私下裡仍有延續。電力普及後，電燈讓夜間行動更容易暴露，進一步限制了夜爬的發生。而真正使其走向終結的，是1938年的金山事件。當年5月21日凌晨，岡山縣與鳥取縣交界的界王村發生了日本史上最嚴重的屠殺案。22歲的村民土井木雄切斷全村電線後，手持改裝獵槍、日本刀和斧頭，在1個半小時內殘忍殺害30名村民，最小的受害者年僅5歲。隨後他逃入山中自殺。這起慘案的導火索正是夜爬習俗。土井木雄曾因患有肺結核，徵兵體檢被定為丙級，不適合入伍。而當時日本女性崇拜甲等入伍男性，紛紛拒絕他的夜爬請求，就連曾與他有過關係的女性也對他避之不及。甚至將其夜爬遭拒的事當作笑柄傳播，讓他的自尊受到毀滅性打擊，仇恨日積月累，最終爆發。受害者多為拒絕過他的女性及其家人。金山事件震動全日本，大阪每日新聞等媒體在報道中強烈批判夜爬習俗，稱其為殘存於深山村落的鬆散男女關係陋習。社會各界展開廣泛討論，民俗學專家深入調查後發現，這一習俗遠非平等純潔，而是充滿矛盾與強制。表面規定女性有拒絕權，卻強迫男性為無人問津的女性夜爬，且無避孕措施，導致大量非自願懷孕。本質與強制性行為無異。
在輿論的強烈聲討下，夜爬被徹底定性為負面陋習。戰後，日本出現大規模就業熱潮，農村青年湧入城市，鄉村人口銳減，夜爬失去生存土壤。加之戰爭導致男性短缺，女性社會地位提升，父權制瓦解，以及民法典的修改，這一延續千年的詭異陋習最終被徹底絞殺。放到現代，夜爬已構成入室強姦，將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，成為了一段令人瞠目結舌的歷史印記。